乐产业高速运转的今天，演员的价值似乎常常被流量、话题与热度所裹挟。然而，真正能够经受时间检验的，从来不是短暂的关注，而是角色本身所承载的生命力与艺术厚度。一位演员的真正高度，不在于曝光次数，而在于他塑造了多少能够被记住、被理解，甚至被观众带入人生的角色。谭松韵正是在这样的标准下，逐渐建立起属于自己的独特位置。他并非一开始就以实力派标签出圈，但却一步步用作品证明，所谓专业不是技巧的堆砌，而是对角色的敬畏与沉浸；所谓艺术价值也并不高深，而是在细节中让观众看见真实的人性。他的表演不张扬，却有温度；不炫技，却有力量。在众多同龄演员仍在寻找方向时，他已经完成了从被观看到被认可的转变。他不再只是一个演员，而是一个能够承载作品灵魂的创作者。当《我的山海》上线之初，或许很多人并未预料到它会成为年度现象级作品。然而，仅仅在首播当天，这部作品便以超过 2% 的收视率突破 CCTV8 的开年纪录。这不仅是一项数据，更是一种信号，观众开始重新拥抱内容为王的作品。而在这部剧中，谭松韵饰演的方万之无疑成为最耀眼的核心。方万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主角模板，她出生于1970年代，经历时代洪流的冲击，从普通女性一步步走向自我觉醒。这个角色没有光环，却拥有极其真实的人生重量，贫困、迷茫、选择与抗争，每一步都踩在现实的土地上。谭松韵的突破在于她彻底打破了观众对她少女感的固有印象。她不再是青春剧中明亮轻快的形象，而是将岁月的沉淀、生活的压迫与内心的挣扎层层叠加，最终呈现出一个完整而立体的女性形象。方万之的真正魅力在于她所代表的一种精神转变。她起初相信命运，接受安排，甚至在困境中选择妥协。但随着剧情推进，她逐渐意识到命运从来不是既定的，而是可以被改写的。她南下深圳创业，从零开始，在陌生的城市中摸索前行。这种转变并非一蹴而就，而是充满挣扎与犹豫。正是这些不完美，让角色更加真实。观众看到的不是一个成功女性的模板，而是一个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艰难成长的全过程。谭松韵通过细腻的表演，让这种转变显得水到渠成。她的眼神从最初的迷茫，到逐渐坚定，再到后期的从容自信，每一个阶段都清晰可见。观众不是在看剧情，而是在陪伴一个人长大。真正伟大的表演，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细节中。最令人动容的一场戏，是他终于开口叫养父爸爸的瞬间。没有刻意的煽情，也没有夸张的情绪爆发，只有轻微颤抖的声音与无法掩饰的眼神波动。那一刻，观众仿佛听见了一个角色多年来压抑的情感，在一瞬间被释放。另一场20秒无台词的表演，更堪称教科书级别。从困惑到震惊，再到情绪崩溃，最终归于平静。他仅凭面部表情与肢体语言完成了一整段情感叙事。这种无声胜有声的表达，让人不自觉地屏住呼吸。而在保护侄女的情节中，他又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一面，愤怒、痛苦、决绝与坚强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情绪爆发。这不仅是演技的展示，更是对角色内心世界的深度挖掘。观众的反馈从来是最直接的评价标准。在相关调查中，有 25% 的观众特别提到他眼神的细腻变化，认为这是他最打动人的地方。 16% 的观众被他自然流畅的表演方式吸引，认为他不像在演，而是在生活。还有 15% 的观众则高度评价他在情绪高潮戏中的控制能力。这些数字并不只是比例，更是观众情感的映射。与此同时，业内人士也给予了高度评价。他们认为谭松韵的表演具有可塑性强、情感真实、节奏精准等特点。在一个强调效率与商业回报的行业中，他依然坚持对角色的深入理解，这本身就难能可贵。谭松韵曾长期被娃娃脸少女感所定义，
这种标签一方面为他带来了早期的关注，但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中限制了他的发展空间。然而，他并未选择迎合，而是主动突破。他尝试不同题材，从青春剧到古装剧，再到现实主义题材，一步步拓宽自己的表演边界。他用实际行动证明，外形可以成为优势，但绝不应成为限制。尤其是在获得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提名之后，她成为90后演员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。这不仅是对她个人的认可，更意味着新一代演员正在用实力重新定义行业标准。演员的成长从不会停在某一个高点。在即将到来的作品《陆林世家》中，谭松韵将挑战一个跨度更大的角色，从卑微的丫鬟一步步成长为掌控家族命运的女性。这种角色不仅需要年龄跨度的表现，更需要心理层次的深度刻画。这类角色的难度在于变化的合理性，观众必须相信他的每一次转变，而这正是对演员能力的极大考验。从目前的趋势来看，他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。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更趋向于挑战与突破，而非安全与重复。回顾谭松韵的成长轨迹，可以用2个词来形容：山与海。他像山一样坚定，在质疑与标签中始终保持方向；他又如海一般深邃，在角色中不断探索人性的广度与深度。他的成功并非偶然，而是长期积累与不断突破的结果。在90后演员中，他已经不仅仅是优秀，而是具备了引领的潜力。未来，他或许还会带来更多令人惊喜的作品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已经走在了一条属于自己的不可替代的道路上。感谢观看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深度解析与精彩内容，欢迎点赞、分享，并星号订阅频道，星号支持我们。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你最喜欢谭松韵的哪一个角色？他哪一场戏最让你印象深刻？你的每一条评论都是我们继续创作的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